你可能从没想过，明明你每天拼命加班，早出晚归，却依然挣扎在房租、贷款和日常开销之中。为什么那些看起来比你更轻松的人，反而过得更富裕、更自在？并非因为你懒惰或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你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体系。在学校里，我们被教会数学、语文、历史，却没有人教我们如何理解财富流动。在家庭里，父母告诉我们要听话、努力读书，却很少有人谈到努力的方向，比努力的程度更重要。那些已经掌握财富密码的人，则对此讳莫如深。你需从思维的深渊爬出，重新审视金钱、社会和个人成长的真实面貌。大多数人贫穷的真正根源——稀缺心态，它不仅仅是口袋没钱，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思维模式。小陈是一个极度节俭的人，大学4年，他几乎从不参加任何需要花钱的社团活动。为了省下20元的公车费，他每天宁愿花1个小时步行到市区的图书馆。他会花一整个下午在网络上比较各种优惠券，只为了买到便宜10块钱的洗发精。毕业后，小陈进入了一家大公司，工作非常努力，但他依然延续着这种思维模式。为了省下每个月的租金，他住在离公司很远的地方，每天通勤2个多小时。他拒绝购买任何线上课程或付费学习资源，认为网络上已经有很多免费资讯。5年过去了，当其朋友花钱买书、参加培训，甚至用专车服务换取时间的朋友，在专业能力上突飞猛进，收入也水涨船高时，小陈却因为缺乏核心技能的提升，还在原地踏步。他总抱怨自己太忙，没时间学习。但事实是，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那些省钱的琐事上。他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却没意识到，他用时间换来的微薄金钱，远远低于他因此错失的巨大机会。这就是稀缺心态的陷阱。当你的心态被穷俘虏，你的所有行为都会被短期的节省所支配，从而让你失去长远规划的能力。与之相反的是丰盛心态，它不代表挥霍，而是相信资源可以创造。富人思考的起点永远是如何用金钱或时间创造出10倍、100倍的价值。他们愿意花钱买高效率的工具，让自己从琐事中解脱。他们愿意投资自己去学习能带来高回报的技能。他们愿意花钱聘请专业人士，把时间用在真正能创造财富的决策上。打破稀缺心态的3个练习。1. 时间账本，记录你每天的时间花费。你会震惊地发现，自己浪费在省小钱上的时间远超想象。2. 价值消费，每次消费前问自己，我买的是当下的快乐，还是未来的价值？把至少10%的收入用来投资自己，购买书籍、课程或参与高品质的社交圈。3. 大胆买时间，尝试用金钱换取时间，例如叫外送。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学习或休息，感受时间被买回来的价值。你以为的资产，其实是负债。大多数人只懂如何赚钱和存钱，却不知道资产和负债的真正定义。老王一生勤勤恳恳，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栋自己的透天厝和一台高级进口车。10年后，他终于实现了梦想，但他每天都活在巨大的压力下。每个月的房屋贷款、车贷、高额的维修保养费用、税金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名下有着价值1000万的房产和100万名车，但他的现金流却极其紧张。按照我们一般想的，房产和车子都是资产，但如果用富人的思维来看，这2者都属于负债。真正的资产是能持续为你带来收入的东西，而负债是持续从你口袋掏钱的东西。老王引以为傲的房产，每月都从他口袋里掏走高额的现金，而没有带来任何收入。他那台拉风的进口车，更是从买下后就开始贬值，并且持续消耗他的金钱。富人则正好相反，他们会用赚来的钱去购买真正的资产。一套房用来出租，租金每月流入，一只能够稳定分红的股票，持续带来被动收入。
一个能自动产生广告费和流量的自媒体视频，一份可以重复销售的线上课程或电子书。你需用资产产生的钱去购买更多的资产，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形成一个无需他们亲自工作的现金流系统。如何重设你的财务游戏？一、清点你的负债，仔细检视你拥有的所有东西，诚实的判断它们是给你带来收入还是花费。二、设定资产购置计划，把目标从存钱转变为购置第一个资产。这个资产可以很小，例如投资一只指数基金，或学习一项新技能来产生额外的收入。三、拒绝虚荣消费，在购买大额物品前，特别是那些需要贷款的，问自己，这会成为我的资产还是负债？切勿为了面子或一时的冲动，为自己的未来挖下财务大坑。很多人以为人脉就是参加饭局，认识大人物。小林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热衷于参加各种商业聚会，交换名片，手机里有几千个大人物的联络方式。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的人脉很广，但当他创业遇到困难，需要资源时，他发现那些所谓的朋友，一个也联络不上，愿意真正帮助他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他搞错了人脉的本质。人脉的底层不是情感，而是价值的交换。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成人世界的社交规则就是如此。一段关系能否长久，取决于双方提供的价值是否对等。当你只会索取，而无法提供任何帮助时，你对别人来说就没有利用价值。这里的利用是中性词，指的是你能否提供资讯、资源、技能或情绪价值。打造高价值人脉的法则：一、关闭无效社交，停止参加那些纯粹消耗时间和精力的饭局，把时间用于提升自己。二、专注于核心价值，找出你的独特技能或优势，将它打磨到极致，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。当你有能力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时，你自然会被需要。三、先给予再索取，在你还不够强大时，不要总想着谁能帮我，而是问自己我能帮到谁。在你的社群或圈子里无私的分享知识，提供帮助。当你给予的价值越多，你的影响力就会越大。老张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，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。他每天花8小时为公司写文案，每个月领取固定的薪水。他的收入天花板很低，因为他的收入完全与他的工作时间绑定。但老张有一个习惯，他利用下班后的时间，将自己的写作技巧整理成一份详细的电子书。这本电子书成了他的作品，他将它放在网络上销售。一开始销量平平，但随着口碑发酵，销量开始稳定增长。现在老张已经辞去工作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。他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写作，而他的电子书依然在网络上源源不断地为他带来收入。即使他在睡觉，他的作品也在为他工作。这就是产品化思维，它不是不劳而获，而是通过前期的深度思考和巨大投入，将你的知识、技能化成一个可以脱离你而独立存在，并能重复销售的资产。你的收入从此不再与你的工作时间绑定。产品化思维的行动指南：一、盘点你的知识资产，问自己，我的哪些技能是别人需要的？我的哪些经验可以解决特定问题？二、从小处入手，不要总想着创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产品，可以从一个小小的付费报告或一场线上咨询开始，关键是完成从0到1的过程。三、掌握行销，即使你的作品再好，如果没有人知道，也无法产生价值。学习如何向潜在客户清晰地表达你作品的价值。传统观念教导我们无债一身轻，这让我们对债务产生了天然的恐惧。但能快速累积财富，正是因为懂得如何驾驭债务。这个强大的工具，你需要分清2种债务：恶性债务和良性债务。恶性债务用于消费，例如信用卡分期买奢侈品，贷款买不必要的消费品。这些债务只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脆弱，
因为它不断的从你的口袋里掏钱。良性债务用于购买资产，例如贷款投资一间能出租的公寓，贷款创业扩大生意。这些债务是用别人的钱来为你创造更多的钱。想象一下，你有10万块，你可能会把它存起来，每年赚取微薄的利息。但一个懂得驾驭债务的人会把这10万当作头期款，贷款30万投资一个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小生意。虽然他需要支付利息，但生意的利润远高于利息。他不仅赚到了钱，还用别人的钱，放大了自己的收益。学会驾驭债务的3个步骤： 1. 清算恶性债务，优先偿还所有高利率的消费性贷款和信用卡债务。 2. 学习金融知识，你可以不借钱，但你不能不懂。学习投资报酬率、通膨、贷款利率等基本概念。当你理解了用低成本的钱来赚高回报的钱时，你对债务的恐惧会大大降低。 3. 小额尝试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尝试用一笔小额的良性债务去投资一个你熟悉且有信心的专案，亲身体验用杠杆创造财富的过程。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但你接收到的绝大多数资讯都是别人筛选、加工，甚至专门投喂给你的。我们刷着热搜，追着八卦，却离真正有价值的一手资讯越来越远。当一个普通人都知道某个东西能赚钱时，往往最大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。你冲进去只会成为接手的韭菜。富人之所以能走在时代前列，不是因为他们比你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主动探寻、付费获取高品质的资讯。他们阅读行业报告、财经期刊、上市公司的财报，这些枯燥但含金量极高的资讯为他们提供了独到的视角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懂得如何对抗人脑的认知偏见，提升你的认知，打破资讯壁垒。 1. 减少资讯杂讯，停止刷无意义的短影片，将时间用于阅读能提升你专业能力的书籍。 2. 为知识付费，购买高品质的付费课程或报告，这是在这个时代最划算的投资。 3. 建立决策系统，在做任何重要决策前，写下你的理由、风险、应对方案，强制自己进行理性分析。 4. 找到你的导师，向那些认知水准比你高的人付费请教，他们的几句指点可能让你少走好几年的弯路。勇敢的去质疑那些你习以为常的观念，去打破那些无形的思维牢笼。如果你能开始识破这些陷阱，改变思维，最后勇敢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，那么你就已经开始走出这个迷宫。